哎，Dr. Fish，嘿什么事？为什么99%的人做 IS 养殖的都会失败啊？为什么呀？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他们都没有来找我。近年来，内循环室内养殖 RS 养殖技术呢，一直给大众不断的关注，而且呢，有很多人已经呢尝试性的进行这个方面的投入。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论坛区或者是一些 Facebook 的社交平台一些 group 呢，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呢99%以上的人呢都面对失败的问题，那是为什么呢？今天我来告诉你这些误区。大家好，欢迎来到 Dr. Fish 频道。在传统养殖呢是越来越不能做，基于来说，这些传统养殖的模式呢，都是有一半的条件都必须依靠大自然的条件之下才能进行养殖。但是呢，由于这个自然的环境不断的变化，还有天气呢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呢，导致呢最终呢用这些传统的模式来去饲养这些鱼呢，基本上都是会面对风险比较高、失败比较多的这个可能性。这样子呢，就是会有一些人呢，就会将这个目光呢转在这个内循环室内养殖 RS 的这种养殖技术呢，来去进行这一类型的养殖活动。然后呢，最开始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买一个养殖桶或者是鱼池呢，把它建设在一个室内环境里面来说，就可以把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都给解决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第二点，觉得说把这个养殖桶建设在室内里面，然后呢放一个水泵进行这些简单的用海绵等等之类的一些系列的过滤，然后把水过滤清澈之后呢，就没事了，就可以养了。其实这个就是第二个误区，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来说，一个完善的室内养殖系统呢，我们需要知道的主要分为几个部分。第一来说，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系统来去进行机械过滤，就代表说把粪便饲料残余等等的有机杂物给过滤掉之后呢，水质就可以得到清澈。但是呢，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鱼呢，当吃了饲料之后，它所排放出来的粪便或者是吸收不完的蛋白质，它会在水里面产生什么东西呢？阿莫尼亚。阿莫尼亚是一种毒素来的，在累积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呢，这个阿莫尼亚就会把所有的鱼杀死到完。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以上所说的那两点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因此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生化系统，然后再加上供氧系统来去完整的配合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达到这个内循环的养殖模式。有些人说，既然说这一个粪便或者饲料残余有机杂物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毒素呢，这样子呢，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那我就把水过滤干净了，毒素的问题呢，我就用换水的方法来去解决。我可以跟你说，这个其实是真的是实在不现实的一个做法，是吗？除非你是在家里养一些观赏鱼，养几条鱼，那我们是可以运用这个方法。我们现在是用工业化的那个养殖模式来去产出大量的鱼来说，这个是不现实的一个做法。有一些人告诉我没事没事，我找到了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那边有干净的水源，有干净的河流，或者有干净的山水，然后采用一进一出的方法。怎么说一进一出的方法呢？就是把干净的水源引进它的养殖池里面，然后呢把肮脏的水排出大自然环境里面。这一种呢也是属于一种误区。用这个方法来去养鱼呢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你要明白一点，你用这种形式来去养殖呢，在道德上在环境上有一定的错误。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讨论这个课题。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方法呢就会直接影响污染到下游的水源。不只是说这些毒素的产生，有可能你的鱼养殖的环境会产生的一些病害病毒，然后把这个不好的东西传播到下游的河流里面去大量的污染，使到这个环境不能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条件。再有一些人认为说，你们使用内循环室内养殖系统 RS 系统来去养鱼呢，会非常非常耗电，成本会很高。工业发展到现今这个阶段，耗电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呢已经出了节能的水泵，
气泵等等的这些设备来弥补耗电量的问题。我们可以呢从以往的能耗减低到只剩之前的10%这样子的能耗来去进行整个养殖的活动。所以说呢，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影响 RAS 养殖户的一个问题了。另外一点呢，都认为用这个内循环室内养殖来去养鱼呢，就一定可以高密集度，话是没有错。在那个内循环室内养殖呢，它的特点就是可以饲养高密集度的鱼，实际情况是不一定，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否认这个室内养殖系统RAS 系统呢可以养殖高密集度，前提是在我们是需要符合条件才可以将这个高密集度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我呢可以掌握到的这一个内循环室内养殖 RAS 养殖技术，我可以创造到80到120公斤的密集度，但是来说我们是必须符合第一种条件是可以有完善的机械过滤系统，第二来说完善跟非常强大的生化系统，包括完整的供氧系统，才可以实现高密集度的养殖模式。另外一点，有一些人说你们做室内养殖的养出来的鱼都不好吃，告诉你这些人一定是没有吃过这一类鱼的，说大自然捕获的鱼呢会比较好吃，我是极度不赞同这个说法。这个水产养殖业发展至今，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营养学的模式来去调节鱼肉的品质，例如说鱼肉的甜度、肉质的滑度，或者是肉质的脂肪度，包括肉质紧绷度，还有这个鱼肉的身体的色泽，我们可以透过营养的方法进行对这个鱼的品质来去进行调整。然后呢，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内循环室内养殖 RAS 系统呢投入成本高，我可以这样子来做一样的这一类型的分析。没有错 ，RS 呢在前期的投入来说，我们需要购买很多的设备，完成这一方面的建设，会使用很大的成本。但是呢，以水产养殖业或者是农业的角度来说呢，核算成本不应该是着重于刚投入的成本，而是用5年或者是10年的这个时间跟累计的成本来去比较，来去判断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是否是需要高投入成本。我再更加具体的去打一个比如，虽然说 RAS 室内养殖科技或者是系统在前期投入来说，我们需要使用高的成本来去投入，但是呢，往后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高产量，杜绝各种的风险，甚至于可以把某一些风险呢完全的抹灭掉。那在传统的模式来说，没有错，可能你可以租到一个池塘，用一个非常低的成本来去启动项目，往后你所面对到的风险或者是鱼的死亡，使到在往后的几年累计下来的这个损失，有可能会比我们在前期投入RS 的成本来得高。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呢，并不可以完全代表所有的一个状态，一切都要看回实际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绝对说法的东西。成本跟风险的衡量点呢，你要自己去拿捏。哎，Dr. Fish，嘿，你好。哎，你刚才讲的这么精彩，教我养鱼啊，我很想学啊。没问题，我几乎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呢都会开课，你可以过来我的 training center，我会把这个 RS 养殖技术的都教你，2天时间里面把你教会。OK，这一节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你们的支持。